我对《死亡搁浅》的偏见始于它的第一个预告片，它像一场实验性的影像拼接，充满晦涩的符号与孤独的行走。这种偏见或许源于我对小岛秀夫玩法实验家的身份预设，一个执迷于颠覆传统游戏规则的导演，而非传统意义上的游戏设计师。我试图去解构小岛秀夫创作的核心密码：童年记忆、电影狂热与战后日本的集体创伤。小岛秀夫的创作记忆中最鲜明的烙印来自于他的童年。他曾经在访谈中回忆，而是因为频繁搬家养成了躲藏与观察的习惯，捉迷藏时紧贴墙壁窥探拐角的动作，直接演化成合金装备系列中潜行玩法的核心机制：贴墙移动和视野侦测。这种将日常游戏玩法转化成虚拟规则的能力，源于他对现实体验的敏感捕捉。更关键的是，小岛自幼沉迷电影。中学时，他与朋友用8毫米的胶片拍摄自制影片，题材涵盖侦探剧、恐怖片，甚至在学校祭典上贩卖这些作品。这种用影像讲故事的冲动，后来成为他游戏设计的核心方法论。例如，合金装备系列中长达数十分钟的过场动画、电影级别的运镜分镜，甚至被玩家戏称为拨片狂魔的 MGS4， 都是他对电影导演梦的延续。但童年的兴趣真的能成就艺术家吗？答案是否定的。正如战后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笔下的人性异化、太宰治的自我毁灭，这些创作母题并非源于个人兴趣，而是时代巨轮碾压下的集体伤痕。小岛的童年经历如同一粒种子，但真正让其生根发芽的是日本战后社会的文化土壤。小岛秀夫的父亲是二战幸存者，曾亲历东京大轰炸，目睹平民在战火中挣扎。父亲讲述的战争故事，尤其是带着受伤孩童躲避空袭的细节，成为小岛创作中反复出现的母题。这种对战争暴力的深刻反思，与日本战后文学中自我阉割的集体创伤一脉相承。在合金装备系列中，小岛通过核危机这一符号构建了一个充满冷战隐喻的架空世界。合金装备3实施者中，核弹的发射并非为了杀伤，而是作为政治博弈的筹码，最终导致主角 The Boss 被祖国背叛牺牲，暗喻核武器对人类道德和信任的摧毁。和平行者中名为和平保卫者的核武器系统因逻辑漏洞沦为战争工具，讽刺了以武止战的荒诞性。合金装备5幻痛开篇引用的人类并非生活于国家之中，而是生活于语言之中。正因如此，母语才是我们真正的祖国。支持民族主义与语言霸权对于身份认同的扭曲。然而，小岛的游戏始终存在反战思想与战斗玩法的悖论。玩家在游戏中可以自由杀戮，但结局往往导向悲剧。这种设计矛盾恰似太宰治笔下生而为人我很抱歉的自我撕裂，这也是克乐美商业化小岛最终的艺术表达。小岛的父亲小岛金吾曾在2战中多次躲避盟军的空袭，并将受伤的孩子们带到安全的地方。战争结束后，他经常组织家庭电影鉴赏会，要求孩子们每晚看完一部欧美电影才能入睡。小岛秀夫13岁时，父亲小岛金吾因工作劳累突发急性蛛网膜下出血去世。这一事件迫使小岛秀夫放弃成为了电影导演的梦想，转而进入大学攻读经济学专业，以能工作后及时补贴家用。尽管如此，父亲留下的电影与叙述种子仍在他心中生根发芽。父亲小岛金吾因为战争创伤憎恨美国，却又迷恋美国流行文化。这种矛盾塑造了小岛作品中独特的日美混血的美学。在视觉上，合金装备的军事科幻风格融合了美式硬汉与日式机甲的设计。在叙事上，主角 Snake 这个象征着美国个人英雄主义的代表，他的使命常被爱国者组织操控，暗喻着日本在战后受美国支配的困境。这种文化身份的割裂在《死亡搁浅》中进一步升华。游戏中连接的概念，既是对互联网时代人际疏离的批判，也可解读为对日美关系既依赖又抗拒的隐喻。主角山姆背负着美国使命送货，却妄图在荒芜的美国土地上重建联系。小岛秀夫的创作本质上与日本战后文艺的集体创伤同频共振，这种共鸣并非刻意的文学引用，而是深植于日本土壤的精神底色。战后作家如芥川龙之介、太宰治笔下的角色，常被困在道德困境与自我毁灭的漩涡中。这种对人性的拷问，恰似了合金装备中士兵被改造成战争机器的荒诞命运。无论是合金装备4的 SOP 系统，还是死亡搁浅中快递员山姆被迫背负重建美国的使命，都在追问同一个命题：当个体沦为体制的工具，人性是否还有存续的空间？这种焦虑不仅属于文学，从宫崎骏动画中反战的自然主义、风之谷中的福海生态系统，到大有克洋的赛博朋克预言、阿基拉的科技暴走，甚至到搞笑艺人松本人志的电影里，都充满了对美国文化的戏谑解构。战后日本创作者始终在试图缝合两种伤口：2战的历史伤痕与日美关系中的文化身份割裂。小岛秀夫的独特之处在于他用游戏机制承载了这种集体记忆。合金装备中，玩家必须潜行，
而非正面厮杀的设计，暗含了日本战后隐忍生存的民族心理。而《死亡搁浅》里孤独连接断裂世界的玩法，又何尝不是对全球化时代既渴望交流又恐惧碰撞的隐喻呢？池岛秀夫的创作证明，童年记忆与个人兴趣无法直接成就艺术家，却能成为一面镜子，这些折射出被时代规训的文化基因。他的游戏既是个人经验的拼贴，也是日本战后集体创伤的载体。从合金装备中核威慑下的道德困境，到《死亡搁浅》里背负美国国旗重建联机的荒诞使命，玩家操作的不仅是游戏角色，更是一个被冷战秩序与全球化浪潮反复撕扯的文化标本。这种创作母题与战后日本文艺的困境同构。当吉川龙之介在罗生门中拷问人性善恶，当三岛由纪夫以切腹自杀完成对军国主义美学的殉道，当宫崎骏用幽灵公主暗喻生态殖民的暴力，这些作品始终在追问一个曾被战争机器异化的民族如何在和平宪法与国际秩序制约下重构文化身份。日本战后文艺的成就本质上源于这种被限制的创造力，正如合金装备5中荷载军玩法中所揭示的悖论，唯有通过外部力量的制约，系统才有可能维持脆弱的平衡。而三岛由纪夫在金阁寺中那句美的事物注定成为暴力祭品的谶语，恰恰警示着我们，对军国主义美学的浪漫化叙事永远需要置于历史教训的凝视之下。或许这正是《死亡搁浅2》预告片的深层隐喻。当山姆与剧情 BT 展开联机与对抗的史诗缠斗时，池岛秀夫真正想探讨的是如何在断裂的现代性中守护那些未被战争污染过的对共生可能性的执念，而这恰恰是国际社会给予战后日本最珍贵的未受污染的脑子。